欢迎收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深入聊聊你提供的这几份资料。主题全都围绕着现在超热门的 AI 技术。对 AI 真的是无所不在了。没错，我们会从怎么跟 AI 有效沟通，就是所谓的提示工程开始谈，然后看看 AI 是怎么悄悄地融入你每天在用的 Windows 电脑。特别是一些新的无障碍功能，这部分蛮有趣的。对，最后呢，我们会把焦点转到软体开发这个领域，看看 AI 是怎么从写 code 的部署到测试，好像整个改变了游戏规则。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挑战，特别是资安方面。所以今天的核心问题就是，在这个 AI 浪潮下，你要怎么驾驭它的力量，而不是被它牵着鼻子走。对，这很重要。我们手边的资料蛮丰富的，有那个内容行销的 AI 提示指南，微软介绍 AI PC 跟无障碍功能的资料，还有几篇研究是讲 AI 怎么加速软体开发的。还有一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质性研究，它探讨开发者在用 AI 助理的时候，心里是怎么想那个安全问题的。哦，这个听起来不错。我们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让你快速掌握跟 AI 协作的关键，了解最新的进展，然后能更聪明地看待 AI 带来的机会跟风险。那我们就从这个跟 AI 对话的艺术提示工程开始吧。好啊，对话这个比喻其实很贴切。AI 不再是个冷冰冰的工具，它更像是一个可以跟你一起工作的伙伴。协作伙伴。对，所以学会怎么有效的下指令或是提问，也就是提示工程，就变得很关键。这不只是一个技巧，更像是一种新的沟通方式啦。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，这种协作在不同地方，像内容行销、用电脑写软体，具体是怎么做的，又哪些地方要小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 Lisa Payton 这份给内容行销者的 AI 提示指南。里面提到一个我觉得超有趣，而且可能让你马上就能用的方法，让 AI 帮你写提示。哦吼，让 AI 写提示。对，听起来有点绕口令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有一点。概念很简单啊。比方说，你正在帮一个环保服饰品牌规划社群内容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跟 ChatGPT 或 Claude 下指令才够清楚。常常都会卡关。这时候你可以先请 Claude 扮演一个提示生成专家，然后告诉他你的目标，比如说帮我的环保品牌规划1个月社群内容，要包含贴文类型、视觉建议、文案、标签等等，请他帮你生成一个超详细、结构化的提示。然后你再拿这个完美的提示去要求 AI 产出内容。指南里有个超强的范例，哇，几乎什么都包了：品牌语气、视觉风格、内容主题。哇哦，这招真的很聪明诶，等于是让 AI 先帮你把问题问好。对啊，是不是很方便？这份指南也提到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 AI 行销工具嘛。对，有像 ChatGPT、Claude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，比较通用型的，擅长写东西、做研究。也有像 Jasper、Copy.ai 这种专门为行销设计的平台，里面有很多模板啊、SEO 功能啊。还有像 Midjourney 这种专门画图的。对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给不同工具的提示要量身打造。不能一套用到底。没错，你不能拿给 ChatGPT 的提示直接丢给 Midjourney， 效果肯定不好。甚至可以像刚刚说的，请 Claude 帮你写一个适合 Midjourney 的提示。这个让 AI 写提示的方法，其实是一种很聪明的后设认知应用了。你等于是利用 AI 的能力来优化你跟其他 AI 的互动。有点像请翻译。对，有点像请一个翻译帮你跟另一个外国人沟通，确保意思传达得更精准。这真的可以大幅提升效率跟产出的品质。了解。至于不同的工具类型，理解它们的强项很重要。大型语言模型就像是知识渊博的通才嘛，而特定平台就像是针对特定任务的专家，图像或分析工具就是解决特定需求。知道这些差别，你才能选对工具，下对指令。那要写出好的提示，有没有什么基本原则啊？指南提到几个关键哦。首先是清晰具体，
要避免模糊。比如说，不要只说写些关于永续时尚的东西。太空泛了。对，要明确目标、受众、格式、长度等等。接着是角色扮演，你可以指定 AI 扮演某个专家。像是扮演一位经验丰富的时尚杂志编辑。对，还有提供背景脉络，告诉 AI 你的品牌是什么，目标是什么，最近有什么活动。再来，指定输出格式也很实用，比如要求条列式、表格或特定语气。这个很重要，不然他给的格式可能不是你要的。没错，最重要的是迭代优化，很少有提示一次就完美的啦。对，通常要来回好几次。你需要根据 AI 的初步回复，不断追问，要求修改，把它导向你想要的结果。最后，别忘了利用 AI 的分析和解释能力。哦，分析跟解释。对啊，可以请他比较不同方案，或者说明他为什么提出某个建议。除了这些基本功，有些结构化的框架可以帮助你思考得更周全。比方说 ，Google 建议他们的 Gemini 模型使用者可以从4个面向来建构提示：persona 角色、task 任务、context 背景和 format 格式。PTCF 对，还有另一个方法是强调沟通的核心要素，提醒你要思考：写作目的是什么？目标受众是谁？想要的语气、文类、风格，需要提供哪些背景资讯和事实？还有没有特殊的编辑要求等等？哇，好多要考虑的。这些框架就像是一份检查清单了，能帮助你确保提示的完整性，减少来回修改的次数。它等于是强迫你在下指令前先厘清自己的需求，这往往是获得高品质 AI 产出的第一步。有道理。那掌握了基础跟框架之后，还有没有更进阶的玩法？有哦，可以让 AI 处理更复杂的任务。比如思维链提示，你可以引导 AI 一步一步的思考。例如要求它在制定内容策略时，先分析数据，再研究趋势，然后才提出具体方案。像教它思考步骤一样。对，还有少样本学习，就是给 AI 看几个你想要的风格范例，让它模仿。这个好像蛮实用的，确保风格一致。没错。另外，前面提到的原提示，就是让 AI 优化自己的提示，其实也算进阶技巧。还有一个叫递回提示，是把 AI 上一次的输出变成下一次提问的输入，这样可以深入挖掘或精炼某个主题。这个听起来有点复杂需要一点练习啦。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角色扮演场景。刚刚那个不是提过了吗？这个更进阶一点，你可以要求 AI 扮演不同立场的人，比如针对一个新产品，让它分别模拟，热情的粉丝、挑剔的评论家、竞争对手，甚至环保倡议者。哇，这样就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事情了。对，这样你就能更全面地审视你的策略，预见可能的市场反应。这个厉害。这些进阶技巧确实能帮助你处理更复杂的问题，或者探索更多元的观点。像是思维链有助于策略规划，少样本学习能确保风格一致，而多元角色扮演则能让你更全面地预见市场反应。不过这些技巧也代表你需要对自己的目标有更清晰的认识，才能有效地引导 AI。总之啦，无论是基础还是进阶，精通提示工程绝对是未来想充分利用 AI 的必备技能，值得你花时间去练习和实验看看。了解。刚刚我们聊了很多怎么跟 AI 说话，那现在来看看 AI 是怎么实际整合到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里。微软最近力推 Copilot Plus PC 这个概念嘛？对 ，AI PC 好像是个新趋势啊。这些电脑里面装了 NPU， 也就是神经处理单元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，电脑里多了一个专门处理 AI 任务的小脑袋。专门的处理器。对，让很多 AI 功能可以直接在你的电脑本机端运作，速度更快，而且更保护隐私。因为资料不用一直传到云端。没错，
这也催生了 Windows 11上一些很酷的新功能，特别是在无障碍体验方面。但其实这些功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可能都蛮有用的。哦，像是什么功能？举几个例子哦，即时字幕可以直接把你听到的任何声音，不管是开会啊、看影片，甚至是麦克风收到的声音，即时转成文字。哇，还能做语言翻译，而且因为有 NPU，它可以离线运作。离线运作，这很棒诶。对啊，这对听力不方便的朋友当然很有帮助。但你想象一下，在很吵的咖啡厅开会，或者看没有字幕的外语影片，这功能是不是也很实用？真的诶，这样就不用担心听不清楚或听不懂了。还有语音存取，让你可以完全用声音来控制电脑，开档案、打字、点击按钮等等。用讲的就能操作电脑。对，这对行动不便的使用者是个福音嘛。但对我们这些常常希望自己有3头6臂的人来说，哈哈，像是一边做菜一边回信。对，也很有吸引力。另外，还有小画家里的 Co-Creator， 你用文字描述画面，AI 就能帮你画出来。这个我好像有听过诶，就是打字就能生成图片。没错，这对不太会画图但想把想法视觉化的人来说，简直是超能力啊！这些功能听起来都很不错诶。其实这些功能的背后啊，体现了普惠设计的理念啦。普惠设计，对，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不同需求的使用者，特别是身心障碍的朋友，最终往往能创造出对所有人都更友善、更方便的产品。NPU 的角色在这里就很重要，它让这些需要即时反应的 AI 功能，像即时字幕、语音辨识，能在本地端高效运行，提升了体验，也兼顾了隐私。所以这些看似为特定族群设计的功能，实际上也方便了所有人。没错，提升了大家的电脑使用体验。微软的企图心看起来不小，他们希望未来每一台 Windows PC 都是 AI PC， 然后 Copilot 会是核心的互动方式。感觉 Copilot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。他们甚至把语音看作是继键盘、滑鼠之后的第3种主要输入方式，还推出了 Hey Copilot 唤醒词，用喊的就能叫它。对，还有那个 Copilot Vision 功能，让 Copilot 能看见你的萤幕内容，然后提供协助。如果结合语音存取，几乎可以不用动手操作了。哇，免持操作电脑。还有一个正在测试中的 Copilot Actions， 甚至能让 Copilot 帮你执行一些操作，比如自动编辑图片之类的，这个听起来有点科幻呢。对吧？微软确实是想围绕 AI 来重新打造整个作业系统，不过挑战也摆在眼前。使用者真的准备好跟电脑对话了吗？我记得以前那个 Cortana， 好像接受度没有预期高诶。对啊，这可能需要时间适应。而且让 AI 能够看见萤幕，甚至操作电脑，也自然会引发关于隐私等安全的担忧。特别是之前那个 Recall 功能，就是电脑时光机那个，不是引起蛮多争议的吗？大家会更小心。没错，微软对此的回应是强调使用者的控制权了。比如 Copilot Vision 是需要你主动开启的 Opt-in， 不是预设开启的。对，资料处理也符合隐私规范。Copilot Actions 则会在受控环境下执行。不过，从商业角度来看，这种跨应用程式的 AI 能力潜力真的很大。这么说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 Copilot 能同时看到你的 CRM 系统、产品文件和客服邮件，它就能提供更全面的销售建议或客户服务支援。这等于是打破了不同软体之间的资讯孤岛。哇，这样整合起来就很强大了。对，说到软体 ，AI 不只改变我们怎么用软体，更在颠覆软体是怎么被做出来的。我们来看看 AI 对软体开发流程的影响，有些数字蛮惊人的。像是 GitHub Copilot， 据说能让开发者写程式的速度提升超过50%。哇，超过一半。有研究估计 AI 助理能缩短整体开发时间达到30%，成本也能省下将近20%。麦肯锡更大胆预测，生成式 AI 每年能为全球经济贡献好几兆美元，其中软体工程就占了几千亿美元。这个数字真的是可观。这首先就体现在 AI 辅助编码上面。现在的 AI 不只是帮你自动补完几个字哦，
不只是 autocomplete。对，而是能生成完整的程式码片段、函式，甚至根据你的需求优化现有程式码，自动写文件。微软自己内部的数据显示，用了 GitHub Copilot 之后，开发者的生产力提升了35%，嗯哼，程式码错误减少了快30%，连新人的上手时间都缩短了。这样看起来真的有效率。不过，就像微软开发主管 Alexia Ken 说的 ，AI 工具不是取代判断，而是放大判断力，这点很重要。这句话点出了关键。AI 编码的影响不只是快而已，而是改变了开发者的工作内容。怎么说？他们可以从那些繁琐的实作细节中解放出来，更专注在架构设计啊、问题解决这些更高层次的思考上。甚至有研究发现，用了 AI 助理，开发者会探索更多不同的解决方案。哦，所以不止加速，还可能激发更多创新。没错。再来看看部署这个环节，以前部署新软体常常像是赌一把，祈祷不要出错。哈哈，心脏要够大颗。现在 AI 可以分析大量的历史数据，做到预测性发布管理。它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部署风险最低，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。Google 的团队就靠这个方法，把部署失败率降低了超过40%。哇，用数据来预测风险。甚至还有自我修复的概念。AI 能自动侦测异常，回滚错误的版本，预测流量，并自动调整资源。自动化维运。对，像 Netflix 就用类似的技术来确保你看影片不会卡顿。这代表维运工作从过去那种出事了才处理，也就是被动反应，对，进化到预测问题并自动解决，变成主动预防了。对。这对系统稳定性和效率的提升是革命性的，也让维运工程师能把精力放在更具策略性的工作上。很有道理。最后是测试，测试一直是软体开发里最花时间，也最枯燥的部分之一吧。常常是这样，没错，而且很容易有疏漏。现在 AI 也能来帮忙咯。AI 可以分析程式码，自动生成测试案例，甚至找出一些人容易忽略的边缘情况。在视觉和使用者体验 UX 测试方面 ，AI 的进展尤其明显。UI 测试吗？对，它可以像人眼一样检查界面有没有跑调，颜色对不对，甚至模拟使用者操作路径，找出哪里不好用。连 UX 都可以测。对啊，像 Airbnb 就用 AI 大幅缩短了 UI 测试的时间，同时提升了覆盖率跟一致性。AI 在测试领域的突破，解决了很多过去依赖大量人力的痛点，特别是 UI 这种视觉化的测试，它能用比人力快得多，也更全面的方式来确保品质。这对现在要求快速迭代的软体开发来说，价值真的非常巨大。真的。好，听起来 AI 在开发流程中简直是神助攻了。但就像硬币有两面嘛，这么强大的工具也一定伴随着新的风险。没错，特别是安全方面的顾虑。我们接着来看一份针对开发者的执行研究，看看他们在实际使用 AI 助理，像是 ChatGPT 或 Copilot 的时候，是怎么看待安全问题的。这份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矛盾现象。是什么？开发者们普遍在用，但普遍不信任。又爱又怕的感觉吗？有点像，意思是大部分受访的开发者都在用 AI 来做各种工作，甚至包括写程式码、找漏洞、做威胁分析，这些跟安全直接相关的任务。AI 常常取代了 Google 或 Stack Overflow， 变成他们的第一求助对象。这很普遍。但同时，他们又不太相信 AI 给的建议是安全的。这种不信任感主要是来自于对 AI 产出整体的品质和正确性的普遍担忧，而不只是针对安全漏洞。了解，所以不是只担心安全，而是整体就不太放心。对，这个不信任却又用的现象确实很有意思，背后可能有几个原因啦。第一，可能是务实，开发者可能觉得 AI 就算不完美，也能给个初步方向或加速某些环节，只要后面自己把关就好。先求有，再求好。第二是风险评估，可能觉得在比较不重要的部分用 AI code， 风险可控。第三，或许是传统的资讯来源，像是 Stack Overflow， 自己也有过时或不安全的问题。
AI 提供了一种更互动、更及时的替代方案，即使它不完美。很有道理。那开发者是怎么把关的呢？研究发现，他们会检查 AI 的产出，怎么检查？流程跟审查同事写的 code 差不多，会自己看，会请同事看 peer review， 也会跑自动化测试。有趣的是，有些人甚至会用魔法打败魔法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叫 AI 帮忙检查 AI 自己写的程式码。哈哈，这也太聪明了吧！不过，在公司里面，限制开发者使用第三方 AI 的最大原因，反而通常是隐私和合规。是怕资料外泄。对，怕公司机密的程式码或数据外泄，而不是担心 AI 写出不安全的程式码。所以，很多公司就算有政策，也大多是法务部门制定的，重点在保密，而不是程式码安全。这倒是很实际的考量。至于责任问题，几乎所有开发者都认为，如果用了 AI 程式码出了包，责任在于人，在开发者或审查者身上。对，而不是 AI 本身。AI 依然被看作是一个工具。这就带出了几个值得思考的资安议题。首先，这个人工把关到底有多可靠？虽然开发者都说会检查，但有些研究却显示，用了 AI 反而可能引入更多安全漏洞。所以检查了还是可能出错。对，这暗示我们可能高估了自己审查 AI 程式码的能力，或者还没找到最有效的方法。其次，大家普遍觉得目前 AI 的安全功力还不如有经验的人力专家，可能只相当于初级工程师。还需要进化。未来或许是要专门针对安全训练的 AI 模型。还有，目前企业政策偏重隐私，可能忽略了 AI code 本身潜藏的安全风险，这需要更平衡的考量。对，不能只看一边。最后是一个伦理上的两难，怎么既防止 AI 被坏人利用来产生攻击工具，又能让它在合法的安全工作，像是渗透测试中发挥价值？这条线并不好画。这是个难题。那开发者对未来是怎么想的呢？他们预期自己的角色会转变，从单纯的码农，对，变成更需要创意、负责复杂架构设计，以及懂得如何指导和监督 AI 的角色，有点像是 AI 的专案经理或提示工程师。听起来对人的要求更高了。没错，他们也期待 AI 未来能在品质、正确性，尤其是安全能力方面有大幅进步。不过，对于 AI 对整体安全的影响，看法就很分歧了。有人期待 AI 最终能提升安全性，但也有不少人担心。担心什么吗？担心开发者可能会过度依赖、盲目信任，或者 AI 技术被骇客利用，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。的确有这种可能。所以你看 ，AI 跟资安的关系真的是一把双面刃呐。它有潜力成为安全的得力助手，但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，或被恶意利用。关键似乎在于人机协作，我们需要设计出好的流程和工具，让人能够有效地利用 AI 的速度和广度，同时用人的判断力和经验来弥补 AI 的不足，并控制潜在风险。人跟机器的合作模式。对，这也再次凸显了学习的重要性。开发者需要学习新技能，不只是写程式，更要学会如何有效地提问、提示工程，如何批判性地评估 AI 的产出，理解它的限制。未来的教育重点可能更需要放在系统思考、架构设计、伦理判断这些 AI 短期内难以取代的能力上。就像李开复博士说的，最有价值的开发者不是编码最快的人，而是能最清晰地为 AI 阐述问题的人。这句话很有道理啊，阐述问题的能力。对，这句话很值得你思考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从如何跟 AI 更好的对话开始，一路探索了 AI 如何进入我们的电脑，改变我们的日常体验，也深入了了解了它对软体开发带来的革命性影响，以及其中伴随的资安挑战和开发者的应对之道。收获满满。我们想传达的关键讯息是 ，AI 的来临，与其说是取代，不如说是开启了一个增强人类能力的新时代。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人与 AI 最佳的协作模式，学习利用 AI 的强项，
同时坚守人类独有的判断力、创造力和责任感。过去由人来做的开发、测试，甚至部署任务时，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软体开发中的品质和创新呢？这个问题很深呢。在这种新的协作模式下，人类开发者的独特价值又将体现在哪些地方呢？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哦，更是一个关乎未来工作样貌、专业价值，甚至是我们如何衡量创造力本身的深刻提问。确实值得好好想想。我们鼓励你持续关注 AI 的发展，保持开放但批判的思考，并积极探索如何在你的学习或工作中与 AI 建立一种互相增强的伙伴关系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期待下次与你一起进行更深入的探讨。